整個公司就我一個用輕薄本嗎？你為什麼總是追着你的銷冠不放啊？每次出差都有我。因為呢，華碩0116L 2016不止輕薄，還夠高檔上檔次，這門面要是都不夠格調，還有哪個客戶肯給我們機會？什麼他媽檔次？左右不就是你要面子嗎？讓你給我報銷電腦的時候，你又已讀不回。說錢就傷感情了啊，跟我去出差吧，去面對客戶，去面对陳總，全司上下都会為你送行的。老闆，我廉價以輕。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誰能夠審判我。去李令堂的出差，加工資20%。那這台電腦給我報銷嗎？報。哎，早這樣不就完事了嗎？真的是，啊，記得給我訂頭等艙啊。沒得寸進尺哈你。哎呀，14星了。科技有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。這裡是主觀獨立不用放的黑絲科技，我是四姐貓貓。筆記本屏幕越大，操作效率越高，但大屏輕薄本的機身重量通常來到1.8幾千克，比14英寸筆記本重很多，跟輕薄遊戲本差不了多少，便携性讓不少朋友猶豫。不過沒關係，今天我們要來體驗的是華碩0116L 2026，它在減厚減重方面下了不少功夫，機身重量輕約1.5千克，薄至約1.1厘米，同時搭載16英寸的大屏和最新 AMD Ryzen AI9H4650核心處理器，既能滿足移動辦公的便攜需求，又能提供強勁性能。它能否成為 AI 時代高效辦公的得力夥伴？我們接着往下看。華碩0116L 2026的外觀設計極具高端質感，大屏加超薄的組合帶來視覺與使用的雙重驚喜。整機採用簡約幹練的設計風格，沒有多餘裝飾，卻憑借材質和工藝凸顯質感。思姐甚至驚訝為什麼要做這麼薄，而且同尺寸的大屏輕薄本通常有1.8到1.9千克，它的重量卻只有1.5千克。輕薄之外，0116L 2026質感也很不錯，很有高端輕薄本的風範。A 面採用華碩創新高科技陶瓷鋁材質，觸感溫潤細膩。它跟常見的鋁合金一樣，有不錯的導熱能力，摸上去有冰涼的觸感。不同之處是，相比於傳統陽極氧化鋁輕30%，強度高3倍，既能減輕機身重量，又能提升結構堅固性。表面覆蓋高硬度強化層，耐光耐磨性能優異，同時具備出色的抗指紋油污能力。日常外帶使用无需擔心表面沾染污漬或產生劃痕。機身通過嚴苛質量測試，能夠從容應對移動辦公與戶外創作等多樣使用環境，品質可靠。芯面上方採用創新幾何格栅設計，隱藏着2948個 CNC 加工散熱孔，孔徑極小且分布均勻，既保證了散熱效率，又能有效抑制水和灰塵進入，兼顧使用與防護屬性。鍵盤區域布局合理，按鍵回彈適中，手感不錯。打字回彈適中，敲擊體驗舒適，長時間輸入不易疲勞。配備7.1英寸大尺寸觸控板，操作精準順滑，日常使用便攜高效。接口方面，筆記本擁有一個 HDMI 2.1 TMDS 接口，2個 USB 4接口，一個 USB 3.2正2 Type A 接口，一個3.5毫米音頻接口，以及一個 UHS 2規格 SD 卡讀卡器，能夠輕鬆連接顯示器、移動硬盤、相機等多種設備，接口數量比較夠用。擴展性極強，尤其適合經常外接設備的辦公人群與攝影愛好者。支持直插 SD 卡就比較適合喜歡拍照的朋友，即插即用，非常方便。華碩的好屏可不是隨便說說的，這塊16英寸 OLED 屏的顯示效果沒得說，同時通過多項專業認證，兼顧色彩表現與用眼健康。分辨率2880×1800，有極高的對比度和很低的像素響應延遲。屏幕支持0.2毫秒極速響應，120赫茲高刷新率，動態畫面過渡流暢。滑動網頁、播放視頻或處理動態素材時無拖影現象，無論是辦公操作還是娛樂體驗都更為順滑。屏幕的平均亮度有512尼特，HDR 模式下激發亮度有1146尼特，突破1100尼特，比上代屏幕又有进步了，觀影體驗更通透。而且屏幕各區的亮度差只有幾尼特，亮度均勻性優異，表現比 LCD 屏好很多。P3和 sRGB 模式下的色差都很小。華碩好屏每台出廠都會進行逐台校色，這點一如既往的放心。無論你是有修圖調色的需求，還是說就用來看視頻看電影，這塊屏幕都能給到蠻頂級的體驗。其他方面，屏幕是 RGB 全像素排列，不像 Pencil 排列那樣分辨率有折損。護眼方面使用類低矽調光。滿分10分，你會給0116L 2026的外觀打多少分呢？觸
處理器這邊，0116L 2016搭載的是 AMD Ryzen AI 9H465處理器。這款處理器有10核心20線程，最高頻率5G，赫茲，比輕薄本常見的8核處理器要強一些，為辦公與創作提供充足動力。內置的是 AMD Ryzen 880M 核顯，滿血12 CU。处理器的核显性能比較強悍，3D Mark Tensify能跑出3319分。来到 Cinebench 測試，单核和多核的跑分成績都相當不錯，而且在 NPU 部分 H465处理器還擁有50 TOPS 的 AI 算力，所以這款筆記本支持 Windows 11的各種 AI 加 PC 功能，比如實時字幕、翻譯、視頻優化，能記錄操作歷史的回顧、Windows 搜索和類似手機視頻功能的單機已執行。除了上面這些，0116L 2016還準備了自家的 AI 智能助手小碩知道，使用門檻也很低，可以直接在對話框輸入你想要的內容。除了關閉 WiFi、打開文件、軟件等技術功能外，還具備 AI 繪圖、AI 識圖、AI 翻譯等實用功能，能夠幫助用戶快速處理圖片與文字內容。更重要的是，其支持斷網可用，即便脫離網絡環境，也能正常響應基礎指令，真正成為全天候的私人助理。对於需要處理長篇文檔的用戶，也可以讓小碩吃透文件資料，回答你的任意問題。对看到長篇文字就頭暈的超級當盲人來說，這功能就很貼心啦。除了 AI 助手，0116L 2026還支持 GridX 協同辦公軟件。它可實現跨設備無縫協作，支持將手機或平板屏幕無線投影至電腦，也能快速將平板變為輔助顯示器，更可用一套鍵鼠統一控制不同操作系統的設備。對於經常需要多任務處理的用戶來說，這個功能大幅簡化了工作流程，讓移動辦公更高效。來到散熱這邊，筆記本安排了 VC 均熱板加雙風扇的散熱配置，在輕薄的基礎上兼顧散熱性能。特殊的风道設計有利於降低機身表面溫度，下限不會很低，辦公性能有保障。單烤 CPU 瞬時45瓦，穩定28瓦，溫度78.5攝氏度。高性能模式下風扇是很積極的，不過噪音比較低，沒有不耐聽的高頻聲音，還不錯。機身的發熱位置主要在鍵盤中部，溫度不高。如果把性能檔位設置在中間的標準模式，日常使用就挺安靜的。思姐向來主張勞逸結合，日常辦公無壓力的情況下，這台輕薄本能不能讓我們摸會兒魚呢？統一分辨率為1080P，打開英雄聯盟，待在泉水裡有240帧，玩的時候也有180帧左右，操作很絲滑。古墓麗影暗影的平均帧數也能來到82帧。就游戲表現來说，0116L 2016確實能夠做到依附主要辦公需求和滿足閒暇娛樂兩手抓。其他硬件方面，筆記本用上了 LPDDR5X 32GB 板載內存，帶寬成績不錯。硬盤是三星的 PM9 CEB1TB PCIe 4.0規格，讀寫速度很快。這款硬盤優化了讀寫壽命，更耐用一些。無線網卡是聯發科 MT7925，支持 WiFi 7標準。續航方面，華碩0116L 2026在1.5千克重量的機身裡塞進了83瓦時大容量電池，基本佔用了機身一半的面積。PC Mark 10現在辦公結果為15小時19分鐘，非常持久。移動辦公是有保障的，本地1080P 視頻播放續航更是高達25小時，即使長時間出差也無需頻繁尋找電源，並且支持 PD 快速充電技術，可以快速充電，緩解續航焦慮，為移動辦公提供充足保障。扬聲器的體積很大，高品質6揚声器系統，支持杜比全景聲，一看就知道是对料的，音質不錯。最後我們聽聽看揚聲器外放效果。总的來說，華碩0116L 2026剛拿到手，自己也是有被驚豔到的。一來是夠輕薄便攜，二來是顏值和質感都很好，屬於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高端貨。帶出去開會見客戶面子這塊是拿捏住了。當然，吃飯工具不可能虛有圖表。最硬核的兩把斧就是 AMD Ryzen AI 9H465處理器，和體驗過就知其公認出色的華碩好評。一台是整台筆電的心臟，這顆優用在主打辦公的輕薄本上綽綽有餘，而且核顯性能是足夠應對偶爾摸魚打打網遊的。NPU 算力在這個辦公離不開 AI 的時代比較給力，配合華碩自家的 AI 助手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用戶的使用門檻。另一個適合我們交互時間最長的屏幕。測試體驗過這麼多台華碩的筆電，屏幕素質確實是其傳統優勢，華碩好評的稱號可謂名副其實。這塊 OLED 亮度均勻且色差小，夠通透，對於有圖像處理需求的打工人來說很靠譜。總體而言，華碩0116L 2026銳龍版憑借強性能、好屏幕、輕機身、智體驗的全面表現，成為 AI 時代移動辦公、專業創作與日常使用的優選機型。無論是商務人士、設計師還是職場新人，都能從中獲得高效便捷的使用體驗。
要說還有什麼期待，那就是目前芯面留白還蠻多的，16英寸機身，如果能加上數字小鍵盤，那對有需求的朋友來說就更全面了。不過不是特殊行業的話，数字小鍵盘也不是刚需，現在這樣也恰恰成就了它簡潔幹練的視覺美感，是一種設計上的取捨。好啦，本期華碩靈曜16 L 2026體驗就到這裡，歡迎大家在評論和彈幕留言討論。微微四姐在線求點讚、求關注、求轉發，謝謝各位紳士能看到最後，我們下期再見。